相公，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好些了没有？见王强醒来，妖女那叫一个激动，险些没将手中的月光仙灵花给扔掉。而深知王强一直是在装昏迷的楚风，则是直接对王强问道：怎么了？楚风，这月光仙灵花的根对我无用，可对你却有用，也许能够让你的修为有所增进。你炼化了吧？王强说道。哇，这不行吧？听得此话，妖女顿时一惊，大有拒绝之意。怎么不行了？这月光仙灵花不就是给我采的吗？难道我连决定权都没有？王强很是不悦地站起身来，大有一副大丈夫训斥小媳妇的味道。而说来也奇怪，这向来强势且凶残的妖女，在王强的面前竟像小绵羊一样乖巧。尤其是见王强动怒之后，妖女就连声音都变得轻声细语，说道：这月光仙灵花的根的确蕴含着天地能量，可这天地能量太狂暴了，就算楚风是天级血脉也难以承受，强行炼化，就算要不了他的命，也会废了他的修为。原来妖女不是不想给楚风炼化，而是怕这月光仙灵花的根伤了楚风。这种事你说的不算，因为你不知道我这兄弟有多强悍。王强说完此话，便看向楚风，说道：兄弟，你就直说，这根你能不能炼化吧？记住，不要欺骗我，能倒是能。其实楚风很感动，王强已经身中剧毒了，危及性命，可是此刻却还为他着想，这份情谊当真是让楚风心里暖暖的。我这毒来得及，倒是你的修为应该先提升一些，若是你能够提升一下修为，等一下催动结界之力，多少也是有些帮助的，所以你还是先炼化吧。王强说道。楚风，你的修为到底是4品半祖还是5品5祖啊？妖女好奇地问道。我的真实修为其实是4品半祖，之前的5品5祖是靠手段提升的。楚风如实说道。原来是这样，这样的话你就先炼化了这月光仙灵花的根吧。妖女说完此话，便将那月光仙灵花递给了楚风。而在楚风接过月光仙灵花的时候，妖女还特意提醒了一句：楚风，我没骗你，这月光仙灵花的根虽然蕴含着浓郁的天地能量，可是这些天地能量当真很是狂暴，就算是寻常的天级血脉者也难以炼化。虽然你很可能不是寻常的天级血脉拥有者，但我还是劝你小心一些，不要强来。明白？妖女笑着点了点头。她知道妖女是为她好，而她更知道妖女不是吓唬她。毕竟不管妖女本性如何，她是真的见多识广，更何况这月光仙灵花的根的确是很是狂暴。但楚风也没有撒谎，他是真的有着能够炼化这月光仙灵花根的把握。接过月光仙灵花，楚风并没有急着炼化，而是先布置一座隐藏阵法。这座隐藏阵法很是特殊，而之所以布置它，楚风自然是为了减弱神罚的力量而准备的。虽然楚风也无法确定炼化掉这月光仙灵花的根能否直接突破到5品5祖，但是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你炼化就炼化呗，布置隐藏结界是啥意思？妖女很是不解地问道。日后你会懂的。楚风笑着说道。妖女撇撇大嘴，也不再多问，而是身形一转，再度跑到王强近前，用很嗲的声音说道：相公。妖女此话一出，楚风明显注意到王强脸色大变，他是忍住了，若是忍不住，搞不好就吐了出来。虽然妖女很丑的连王强都接受不了，可是仔细想一想，这的确是楚风认识王强以来，王强第一次这么受女子喜欢，所以楚风还是替王强感到高兴的。不管是不是因为药效的原因，但最起码这妖女此刻对王强真是不错。随后楚风便盘坐在隐藏阵法之内，炼化这月光仙灵花的根，而一切很是顺利。尽管这月光仙灵花的根的确很是狂暴，但楚风却仍旧轻松的就将这月光仙灵花根内的所有天地能量给炼化掉。当彻底炼化掉的一瞬间，楚风竟引来了神罚的力量。只不过虽然神罚的力量很是强悍，比上一次突破的时候要强悍且凶猛得多，但是楚风依然熬了过去，并且因为神罚的力量受隐藏阵法的影响，所以妖女与王强皆是没有注意到神罚的存在。他们注意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楚风突破了，成功的从4品半祖提升到了5品半祖，竟然真的炼化了。妖女有些惊讶，兄弟，好样的。而王强则是欣喜若狂，兄弟，多谢了。楚风站起身来，笑着对王强说道，随后又看向妖女，说道：多谢，不用谢，因为这根就算留着也没用，根本没人能够炼化，但是你却做到了，看来你不是寻常的天级血脉拥有者。妖女说道，竟略有夸赞之意。楚风淡淡一笑，对于这个问题他不想深谈，因为他不会忘记当初的他是被认定为废物，所以才被楚氏天族驱逐出来的。天才他已经不敢这么认为了，至少在妖女的面前他很弱。为王强解毒吧，楚风说道。妖女点了点头，随后楚风便与妖女合作，运用那座阵法，借助月光仙灵花的力量来为王强解毒。只不过无论是布置阵法还是催动阵法，一切楚风都听从妖女的指挥。说的简单点，这场为往前解毒的行动中，楚风只是个辅助的角色，因为这妖女所使用的阵法竟比楚风所了解的还要厉害，这让楚风对妖女越发刮目相看。她不仅见多识广，手段也是颇为厉害，想必她多多少少还是带着一些关于前世的记忆，毕竟前世的她可是一个超级天才。而一切很顺利，王强身上的毒成功的被解开。只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当毒被解开的一刹那，王强的体内忽然产生了一股诡异的吸力，那股诡异的吸力出现之后，竟又将那刚刚被解开的毒重新凝聚，且直接吸入了王强的丹田之中。怎么回事？见到这一幕，楚风与妖女皆是大惊，目露惊恐之色，因为之前那毒只是弥漫在王强体内，可是此时此刻，那毒却被王强吸入了丹田之中。然而就在楚风与妖女都为王强而感到担心之际，王强的修为
竟然提升了，并且乃是连续提升。眨眼之间，王强的修为就提升到了6品半祖，竟然比楚风还高出1品。忽而当修为提升之后，王强则是满意的长舒了一口气，笑嘻嘻的对楚风说道：“嘿嘿，看来这毒没有白中，倒是帮了我一个忙，不然我差点就被你甩开了，兄弟。”的确，这一次见面的时候，王强的修为虽然也有所增进，乃是2品半祖，可是楚风的修为却已是4品半祖，楚风已经彻底超越了王强。不过王强这一次竟然连续突破4重修为，直接从2品半祖提升到了6品半祖，再一度将楚风给超越，他倒真的算是因祸得福，恭喜了兄弟。而楚风也是喜笑颜开，他并未因为王强修为超越他而感到郁闷，相反，楚风很是高兴，非常的高兴。相公你好厉害，虽然我听说这毒的确有着能够提升修为的作用，但是只有体质极强者才能享用，一般都是提升1重修为，就算是厉害的也是提升2重修为而已，据说能够连续提升3重修为已是极限，可是相公你居然连续提升4重修为，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相公你简直太棒了，人家好迷恋你。妖女兴奋不已，就像是一个小粉丝一般，崇拜的看着王强。而面对这样的妖女，王强可没有一丝的高兴，反而是一脑门子的黑线。不是说这月光仙灵花能够帮我成为仙袍界灵师吗？那就快点来吧。王强说道。的确是，可是相公，之前你明明是昏迷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妖女诧异的问道。我知识渊博，见多识广，难道只有你知道这月光仙灵花的作用吗？王强很是不悦的吼道。是，相公好厉害。而妖女不但不气，反而是再度露出了崇拜的目光。那叫一个乖巧，就是长得丑了一点，她越是这样，越容易让人作呕。只是很快，妖女又补充了一句：相公，既然你这么的见多识广，知识那样的渊博，那你一定知道该用什么样的阵法炼化这狂暴的月光仙灵花吧？我的阵法太霸道，说出来你也驾驭不了，你还是用你的吧。王强很是自然的说道。对于这一点，楚风很是佩服。王强明明就是不知道，可却还能够说得如此顺理成章，顺便帮自己吹个牛皮，这的确是一种天分。可谁曾想，就在这时，那妖女忽然大手一挥，只听啪的一声，便落在了王强的脑袋上。这一巴掌太狠了，不仅将王强打得趴在了地上，后脑上顿时还长出了一个大血包。奶奶的，之前看你中毒，才想着对你好点，给你脸了是不是？还给我狂上了！你要是那么有本事，还能被我抓住吗？还能中毒吗？妖女双手掐腰，很是愤怒地对王强吼道，声音之响亮，连着山洞都是颤了又颤。我错了，我真错了，原谅我吧。王强也是变脸极快，先前还一副大丈夫模样的他，此刻竟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妖女磕头求饶。然而妖女却不领情，又是一个巴掌扇了过去，将王强扇翻在地之后，这才恶狠狠地指着王强说道：叫娘子，娘子，我错了，老实在那坐好，不许动。是。王强乖巧地坐在了地上，一动都不敢动。而这一刻，楚风则是一脑门子的黑线。如果说换作是寻常女子，像妖女这般，最多就是一个泼妇。可是妖女不是寻常女子啊，此刻的她一脸狰狞，简直就是一个要吃人的魔鬼。哈哈，王强好惨，我好同情他。淡淡拍手叫绝，在界灵空间内逗得哈哈直了。他嘴上虽然说同情王强，但是他的这个表现哪里是同情王强，分明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而楚风则是真的同情王强，在心里默默地说道：兄弟，对不起，是我错看了这妖女，你挺住，若有机会一定带你逃脱这妖女的魔爪。随后妖女开始布阵，而楚风也是再度做起了辅助的角色。只不过这阵法刚刚开启，那月光仙灵花便绽放出了奇异的光芒。不好！见此模样，妖女顿时暗叫不好，赶忙另外布置一座阵法，想要收了那月光仙灵花。可是还不待妖女那阵法将那月光仙灵花覆盖，那月光仙灵花便忽然爆炸开来。而因为月光仙灵花距离王强太近，那凶猛的涟漪更是直接将王强轰飞出去，落地之际已是浑身是血，陷入了昏迷。该死！见此一幕，楚风也是大惊，下意识的便想掠向王强替其疗伤。然而就在楚风将要动身之际，那爆炸的中心区域忽然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吸力。定目一看，那里已经打开了一座空间大门，星辰漫天，璀璨无比，那种波澜壮阔简直难以形容。那是一个浩瀚到无边无际的空间，其中包含着诸多世界，无数生命。莫非这就是星空之门？楚风满眼吃惊，任凭修武以来，他见过无数奇观，可是眼前的一切依旧让他为之惊叹。这绝对是楚风至今为止见过最壮观的场面，正是星空之门。离他远一点，不要被吸进去，否则很难逃回来。若是在其中遇到星空风暴，必死无疑。妖女似是怕楚风靠近，故意大声地提醒道。听妖女这样一说，楚风也是倒退几步，尽量远离那星空之门。但是忽然之间，楚风又是眼前一亮，他发现在那星空之门入口处，一片奇异的能量体正在缓缓地向星空之门深处飘动着。那能量体便是月光仙灵花中的能量体，飘动的能量体难以捕捉，那是本源之力，能够让界灵提升修为的力量。而那片能量体的中心有一个珍珠大小的光芒体，那是结界之力，能够让王强成为仙袍界灵师的关键就是那个光芒体。现在那光芒体已经不再狂暴，剩下的只是纯粹的结界之力。妖女，你快看，那可是能够让王强成为仙袍界灵师的结界之力。楚风指着对妖女问道。虽然他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但还是要向妖女确定一下，他要确定万无一失。的确是，月光仙灵花虽然开启了星空之门，可是它的能量还在，并且如今这股能量
已经没有了狂暴之力，可以为我相公所用了。只是可惜落入了星空之门内，真是太可惜了。妖女遗憾地摇了摇头，不，也许可以试一试。楚风说完此话，便快速地向那星空之门飞掠去。喂，楚风，你做什么？不要犯傻，进入其中。若是遇到星空风暴，你必然要粉身碎骨，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见状，妖女赶忙大喝一声，与此同时，释放出特殊的手段，散发出磅礴的吸力，想要将楚风给抓回来。可是楚风已经靠近了星空之门，星空之门散发的吸力很是诡异，虽然不是很强，可是却与妖女的吸力形成了对比。星空之门的吸力还在，可是妖女的吸力却瞬息被星空之门的吸力给吸收掉了。而就在这时，楚风已经进入了星空之门，进入其中，楚风顿时目光大变，望着眼前的一切，楚风的内心起伏不定，当真是波涛汹涌，激动不已。若非要形容2个字，便可形容楚风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震撼。浩瀚星空，无数星辰，而每一颗都是一个世界。这一切皆在眼前，明明遥远无比，但却又仿佛触手可及。那种感觉就像是全天下都掌握在了楚风的手中一般。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觉，那便是渺小。在这里，楚风感觉自己很是渺小，渺小到可怜，连一粒尘埃都谈不上。也许一阵大风就能将楚风吹得支离破碎，尸骨无存。楚风，此处不宜久留，快将那结界之力收走。就在此时，女王大人的声音忽然响起，而楚风也不再迟疑，探手一抓，一重吸力便散发而出，向那结界之力和本源之力笼罩而去。可是奈何，不知是楚风的修为太弱，无法在这里发挥作用，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总之，楚风所散发的吸力根本就无法将那光芒体抓摄过来。快回来，你真的不要命了？你正在随波逐流，再不回来，你就要永远落入这星空之中。妖女的声音在身后响彻着，并且楚风也能够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推着楚风向这浩瀚星空的深处飘去。他距离星空之门越来越远，然而楚风却并未回头，他忽然动了，且继续前行，想要用肉身靠近那光芒体。真是作死啊！见此一幕，妖女也是吓得龇牙咧嘴，甚至都不敢继续看了。然而在一番努力之下，楚风靠近了那光芒体，且成功的将光芒体抓在了手中。淡淡，这结界之力我能带回去，可是本源之力已经散了，我带不回去，你直接炼化掉吧。楚风说道。嘻嘻，正合我意。听楚风这样一说，淡淡的小脸之上顿时绽放了无比灿烂的笑容。随后在楚风的配合下，淡淡一口作气，将那些本源之力全部炼化。而这股本源之力当真是非同小可，女王大人的修为已是从6品半祖提升到了7品半祖的地步。不错，看来这月光仙灵花还真是宝贝。楚风能够感觉到女王大人修为的提升，回想一下当初女王大人的修为想要提升1重是多么的费力，而这一次竟然直接提升1重，当真是令人感到欣慰。随后楚风则是身形一转，赶忙向星空之门返回。该死！可是那明明不是很远的星空之门，却仿佛隔着极其遥远的距离。楚风明明已经施展出了浑身解数，努力地向那星空之门奔跑，可是二者之间的距离缩近的却是很慢很慢。楚风加油啊！那门好像要关上了。这一刻，女王大人的心也是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她很清楚，若是楚风留在此处，绝对是凶多吉少。不过好在有惊无险，经过一番努力，楚风终于返回了星空之门。进入星空之门之后，楚风没走几步便躺在了地上。此刻的他早已是汗如雨下，虚弱至极。楚风与人交手，哪怕大战10天10夜也不会感觉累，可是刚刚从浩瀚星空之中逃脱回来，却几乎用尽了自己的体力。而就在这时，那星空之门便关闭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仿佛他从未出现过一般。见到这一幕，楚风也是一阵后怕，若是再晚一步，他就将被关在那浩瀚星空之中，而以他的修为无法到达任何一个世界，只能在星空之中漂泊，等待着他的只有死亡。你不要命了？妖女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去给王强用了吧。楚风却淡淡一笑，将手中的那蕴含着浓郁结界之力的光芒体丢给了妖女，而妖女也不怠慢，赶忙带着光芒体给王强服下，随后又布置阵法，帮助王强将那光芒体炼化。因为那光芒体内剩下的已经是纯粹的结界之力，所以炼化起来倒也还算轻松。成了。见妖女笑眯眯地走过来，楚风也是激动地问道：成了，待我相公醒来，他也将是一位仙袍界灵师。妖女笑着说道。可是随后妖女的表情又变得凝重起来，看着楚风说道：先前只差一步，你就将困在那星空之中，那个时候是什么后果，你应该很清楚，而你应该更加清楚，拿到那结界之力，我也一定会给我相公用。你冒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做贡献而已，这样做值得吗？妖女凝重地问道。值。楚风毫不犹豫地说道。为何？妖女目露不解之色，而楚风则是淡然一笑，看了一眼那陷入昏迷的王强，说道：因为他是我兄弟。楚风此话一出，妖女顿时神情一滞，她似乎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然而那背对着楚风与妖女的王强却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一双眼眸之中竟然闪烁着点点泪光。我相公的伤势我已经给治愈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醒来，等我相公醒来，我们就去八荒乱坟岗。妖女对楚风说道。阿爸，八荒乱坟岗，闲着蛋疼，去那干嘛？然而妖女此话刚落，王强便猛然坐了起来，一脸抗议地说道：相公，你醒了？怎么醒得这么快？你是不是在装睡？妖女走上前去，一脸狐疑地对王强问道。装睡个毛线，我是被你吓醒的。王强撇了撇大嘴，仍然很是抗议地说道。好端端的去八荒乱坟岗干嘛？找死吗？相公，那八荒乱坟岗的遗迹
可是我发现的那可是凯宏大师的遗迹，那遗迹之中很可能藏着凯宏大师的传承，而凯宏大师的传承可是非同小可的。如今我楚风，我们3人皆是仙袍界灵师，岂有错过这遗迹的理由？妖女对王强说道。话是这么说，可是那么多势力，那么多高手都盯着那八荒乱坟岗呢，我们这点实力怎么去和别人抢？况且你与楚风现在都是通缉之身，去那种是非之地，太危险了。王强摇了摇头，他是真的不想去。这你就不懂了吧？好歹那记是我发现的，我所知道的那些人未必知道，只要我们去，绝对会有收获。至于所谓通缉，我们伪装一下容貌，谁认得出来？妖女说道。妖女，你有把握吗？楚风对妖女问道。当然有把握，我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更何况抢走我月光仙灵草的老家伙也在八荒乱坟岗，我要找他报仇，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可不想错过。妖女坚定地说道。既然如此，倒是可以一去。王强，不如就听你娘子的，去瞧一瞧吧。那凯宏大师的确非同凡响，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楚风对王强说道。兄弟，你真想去？王强对楚风问道。想。楚风点了点头。既然你想去，那咱们就去。王强爽快地说道。我擦，你啥意思？我说去你就推三阻四，楚风说去你就立马同意。妖女很是不爽，一把揪住了王强的衣襟。没，主要我还是顺你的意思。见妖女动怒，王强立马认怂。现在的他可不是中毒的时候，而当他的身体没有问题的时候，妖女对他可不是一直都温柔的。只要妖女开始不温柔，那他必须立刻认怂，否则就要倒大霉。无耻如王强，这点先见之明他还是有的。还有楚风你，妖女的叫上瘾了是不是？我有名字的好不好？随后妖女又将那不悦的目光投向了楚风。你有名字？那你叫什么？楚风问道。赵红。妖女说道。赵红。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心中一动。赵红这不是妖女前世的名字吗？可是按照那位神秘老僧的说法，妖女应该不知道她前世的记忆才是。莫非妖女已经恢复了前世的记忆？赵红，你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楚风试探性的问道。说起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生下来我就知道我叫赵红。妖女说道。那关于月光仙灵花这些事情，以及你所掌握的武技以及结界阵法，是你后学的，还是与生俱来便知道的？楚风问道。和名字一样。妖女说道。原来如此。这一刻，楚风终于知道，原来妖女并非将前世的记忆全部忘记了，至少她还记得一些。楚风，这妖女也够可怜的，连前世的记忆都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她真相，让她完整的做一个人，而不再是一个妖？就在此刻，女王大人的声音忽然响起。虽然得到记忆，她将变得完整，可也许不记起那段记忆，对她来说也是好事，毕竟那不是什么愉快的记忆。再者说了，我说的话她未必就信。楚风对女王大人回道。也对，这妖女性情暴躁，很不稳定，不让她知道那些事也许是好事。她万一不信，觉得你是骗她，那你要倒霉。她要是信了，也可能会因为受到刺激而失控，那个时候你同样是倒霉。既然如此，还是不要告诉她了。女王大人说道。既然决定了，那咱们就出发吧。妖女说道。等一等，你这个样子出去会吓死人的好不好？能不能伪装一下，像个正常人一样？王强说道。怎么，你嫌老娘丑啊？听得此话，妖女顿时大怒。没，我怎么会嫌我的娘子丑呢？我这是为咱们的安全考虑。王强笑眯眯的说道。哼，变换个样子，这还不简单？妖女说话之间，一层仙级结界之力覆盖其身，随后妖女便化作了一个面容俊俏、身材妖娆的美女。妖女所变化的外貌，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品质不错的美女，只是太过性感，太过妖娆，虽然能够迷倒不少男子，但却入不了楚风的法眼，太俗了。你就不能伪装成一个有点气质的女子吗？王强很不满意的说道。啥？你居然嫌弃老娘的审美？听得此话，妖女顿时捏住了王强的耳朵。没，娘子，我错了。王强顿时疼得哇哇直叫，但他显然还是不满意妖女所幻化的模样。而这一刻，楚风则是不由得想起了妖女前世的模样，也就是赵红的模样，那可真是一个少见的美女。赵红，不如让我为你设计一个外貌如何？楚风对妖女说道。听得此话，妖女眼中怒容再现，两道目光宛如无形的利刃一般看向了楚风。因为妖女察觉到楚风也不喜欢她为自己设计的美女形象，但是不知为何，她犹豫了一下之后，并未向楚风发飙，反而是点了点头道。也好，给你一个机会。随后楚风便立刻布置阵法，为妖女幻化新的容貌，长相甜美，落落大方，气质更是非同凡响。虽然身穿红裙，可却依旧宛如仙子一般，而这正是赵红原本的模样。怎么样，满意吗？楚风用结界凝结出一面镜子，映射出了妖女此刻的模样。一般般吧，不过既然看在你还算用心的份上，我就用这个了。妖女虽然嘴上说一般般，但是楚风却看得出来，妖女非常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容貌。因为此刻妖女已经向外航去，从她那欢快的步伐以及愉悦的动作，楚风就看得出来，此刻的妖女心情大好。怎么样，你满意吗？楚风笑眯眯地看向王强，颇有几分玩笑的意味。满意是满意，只是可惜这是幻化的，而并非她的阵容。王强略感遗憾地说道。不，这就是妖女原本的样貌，准确来说是赵红原本的样貌。楚风用传音对王强说道。当真？听得此话，王强顿时神情一变，目光中绽放出特殊的光芒。我岂会骗你？楚风笑着说道。嘿嘿，那还不错，走吧，咱们去八荒乱坟岗瞧一瞧，也许趁乱咱们能逃。王强此刻也是心情大好，虽然嘴上说着想逃，可是却快速的向妖女追了过去，且一边追赶还一边大喊。
娘娘，娘子，等我。其实我倒觉得王强挺配妖女的。女王大人说道。为何呢？楚风不解地问道。奇葩配奇葩吗？淡淡说道，似乎有些道理。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也是身形一动，追了过去。此刻的楚风也很兴奋，因为他也很期待八荒乱坟岗之旅。毕竟如今那里强者云集，就算得不到好处，也能够开拓眼界，增长见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楚风坚信，乱世出英雄，越乱的地方便越有机会。八荒乱坟岗本是一处禁区，可是因为凯红大师遗迹被发现的缘故，如今各方势力都在向这里汇集，一时之间，这一处无人之地，世人眼中的禁区，倒成了极为热闹的场所。起初来到这里的人都可谓是颇有来头，几乎没有一个是寻常之辈。但是渐渐的，随着消息越传越广，有很多看热闹的人也都来到了这里。这些人的修为实力都不强，他们的目的也根本不是要争抢那遗迹中的宝藏，单纯的就是来凑热闹，想要见见世面而已。久而久之，竟有人发现了商机，在八荒乱坟岗外打造螭诸为一体的客栈，为来此之人提供舒适的居住之地以及美食，甚至还有美女陪侍。娘子，你看，那里有一家客栈，我们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吧。王强与楚风以及赵红三人皆是头戴斗笠，本来直奔八荒乱坟岗而去，可是看到那家客栈后，王强却忽然停了下来。好歹你也是修武者，不吃东西，你还会饿死不成？赵红很是不爽地瞪了王强一眼，眼中尽是恨铁不成钢的味道。自然是不会饿死，只是享受人间美味，乃是人生一大乐事。再者说了，我可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娘子你。你看娘子，你带着我们两个飞了这么久，你肯定累坏了。王强一脸殷勤地说道。我不累。赵红果断地说道。娘子，你看那里人那么多，也许能够打听到不少消息，毕竟有备无患。我们打听一些消息，进入那八荒乱坟岗内的遗迹，也多一分把握呀。王强继续说道。下面的确聚集着不少人，也许真的能够打探到一些消息。楚风也是说道。那好吧，不过只吃一顿饭，吃完便走。赵红说道。随后楚风三人便落入了客栈之中。这客栈由结界之术打造，很大，而往来的宾客也是很多。而楚风三人为了打探消息，倒也没有进入包间，而是直接坐在了宽敞的大厅之中。这里虽然人多眼杂，颇为吵闹，但是谈论事情的人也多，想知道什么消息，只要仔细听，就能够听出一些来。楚风三人进入其中，落座之后便点了一大桌酒菜。王强吃的那叫一个欢，全然忘记了打探消息的事情。倒是楚风暗中对赵红传音，问道：赵红，你说到了八荒乱坟岗，便说出你的计划，现在已经到了，你的计划可以说出来了吧？楚风并不是不信任赵红，只是这里的确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并且各大势力的高手早已经进入了那座遗迹，那么多高手都在争夺遗迹内的宝藏，若是没有一定的把握，以他们这样的实力，显然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楚风想知道赵红的计划究竟是怎么样的，也好推测是否稳妥。对啊，娘子，你有什么计划？现在可以说了吧？因为楚风的传音是双向的，王强也可以听到，所以王强也是好奇地追问了起来。当然，他的这番话也同样是暗中交流，只有楚风三人能够听到。其实当日发现那处遗迹之后，我得到了2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其中一个便是一份地图。这份地图如今在我的脑海之中，凭借这份地图，我们能够躲避八荒乱坟岗内的许多机关，所以只要我们进入其中，定能有所收获，搞不好还能够得到凯红大师的真传。赵红说道。就算你知道怎么躲避一些机关，可是如今那遗迹之中已经聚集了很多强者，而相比于机关，人心更为可怕，所以其实阻拦我们的不只是遗迹之中的机关，而是那些进入遗迹之中的人们。楚风说道。你是觉得在战力方面我们还很弱，对不对？赵红说道。是的。楚风点了点头。所以我说我发现了2个至关重要的东西，除了遗迹的地图，在遗迹之外，我还发现了一座阵法。那座阵法也许与凯红大师有关，也许是其他人留下的遗迹，但最重要的是，那座阵法能够为我们提供战力，而我偏偏知道该如何利用那阵法的战力。赵红说道。你发现的那阵法能够提供怎样的战力？楚风问道。5祖巅峰可够。赵红说道。5祖巅峰。听得此话，楚风心中颇感吃惊。在这百炼凡界之中，的确有着真仙级的高手，不过却很少，毕竟联络峡谷的谷主以及三星殿的掌教也只是8品5祖而已，所以5祖巅峰那已是极强的境界。若是真的能够获得这样的战力，他们进入遗迹的确有了极大的保障。5祖巅峰可以吗？王强对楚风问道。他来到此处后便被抓住了，对于百炼凡界的情况他不是很清楚，他还不知道5祖巅峰在这百炼凡界究竟是何种级别的存在。最重要的是，相比于赵红，他更相信楚风，所以什么事情他都会直接问楚风。虽然此次八荒乱坟岗的遗迹引来了各方强者，哪怕4座一等势力也都派来了高手，但我觉得还没有真仙级的强者来此，所以5祖巅峰已经足够。赵红说道。的确足够。楚风也点了点头。哈哈，娘子果然厉害。见楚风与赵红都这般自信，王强也是松了一口气，而放心下来的他则是再度大吃特吃起来。三星殿与落峡谷，去，他们可真是。在此期间，楚风听到了一些人谈论关于他的消息。当楚风得知三星殿与落峡谷竟然为了他向殷氏天族宣战，这让楚风很是郁闷。楚风当初已经那样做了，为的就是与三星殿和落峡谷保持一定距离，避免日后楚风惹下大麻烦的时候将他们牵扯进来。但楚风真是没有想到，当初他已经做得那样过分，可落峡谷与三星殿竟然还是执意帮他，这让楚风郁闷的同时又很是感动。毕竟这份情谊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所以楚风真是怪他们也不是，感激他们也不是，陷入了纠结的情绪之中。你才知道吗？见楚风情绪有变，赵红淡淡一笑，似乎他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楚风轻叹一声，事已至此，他也是没什么好说的。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趁着客栈的护卫不注意，偷偷地溜进了客栈之内。这个小男孩不过8岁的样子，可是他却具备了一定的修为，并且是不弱的修为，乃是天武境。这个年纪，这个实力，若是放在九州大陆，绝对会令人震惊，甚至膜拜。先不说天武境在九州大陆来看已是巅峰存在，8岁的年纪还根本不到修武的年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逆天的孩子出现在这里，却根本没有多少人注意他。毕竟这里是百炼凡界。小男孩闯进来后便四下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特殊的目标。终于他找到了一个目标，那是一个颇为面善的男女，应该是一对恋人。小男孩跑过去，一把抓住了男子的衣角，左右摇晃，似是哀求，但却又不卑不亢地说道：大爷，大爷，你赏我口吃的，我就告诉你关于这八荒乱坟岗现在最有价值的消息。如果大爷肯多给我一些吃的，再给我一些钱财，我还能告诉你一个惊天秘密，对大爷进入凯红大师遗迹将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见状，男子颇为不悦，但考虑到女子在场，却并未动怒，而是伪善的一笑，且拿起一块鸡翅，对小男孩说道：你告诉我一个消息，我来分辨真假，若是说的对，我就把这个给你。看到那个鸡翅，小男孩馋得直吞口水，赶忙说道：如今百炼凡界的4大1等势力，以及诸多2等势力，甚至一些3等势力，都已经派了他们的顶尖高手，纷纷进入了凯红大师的遗迹。不过至今为止，他们一无所获。如果大爷是为凯红大师的宝藏而来，现在进入其中还有很大的机会。你说仗剑仙门、佛光天寺、周氏天族、孔氏天族这4大1等势力也一无所获。男子颇感诧异，是的，他们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得到，倒是都纷纷有了一些损伤。有一些2等势力已经打了退堂鼓，不敢深入，而是撤了出来。至于那些3等势力，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小男孩一本正经地说道：这个小娃娃可真能扯，虽然我没有进入八荒乱坟岗，但我也能够想象，那么多高手进去，不可能一无所获。那桌上的女子说道。听女子这样一说，那男子直接将手中的鸡翅塞入了自己的口中，转过身去，不再理会小男孩。大爷，我没骗您，我说的都是真的。见状，小男孩赶忙解释起来：臭乞丐，赶紧滚！然而在女子摆出了态度之后，男子的态度也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只见他袖子轻轻一摆，便将小男孩甩在了地上。而那小男孩似乎是怕引起太大的动静，倒也没有继续纠缠，也没有对男子进行责怪，而是转战其他地方。只不过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到了后来，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理他。臭小子，又是你，这次非打断你的腿不可！男人啊，把这小子抓住，废了这小鬼的双腿，让他瘸一辈子，看他还敢不敢来捣乱。而终于，一名店小二发现了这名小男孩，在店小二的呼喊之下，守在客栈外面的护卫也是冲了进来，一把抓住了小男孩。这一刻，小男孩目露惊恐之色，四处求饶，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大多的庶人都选择袖手旁观，甚至还有人面带讥笑，就像是在看一场喜闻乐见的热闹一般，欣赏着眼前的一幕。住手！终于，楚风开口了，一声怒喝，五品半祖的威压横扫而出，顿时让这客栈为之一颤。这客栈之中虽然聚集了不少人，但大多数都是某些门派的弟子级人物，实力还不是很强。五品半祖的修为，在他们眼中已是极强。楚风这五品半祖的气息一出，让所有人都是神情一变，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敬畏之色。甚至这一刻，本喧闹的客栈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生怕多说一些话惹恼了这位大人物。而那抓住小男孩的护卫，以及之前咒骂小男孩的店小二，还以为小男孩与楚风有着什么关系，更是吓得瑟瑟发抖，连站都站不稳了。放来他！楚风轻声说道。而楚风此话一说，那两位哪敢迟疑，赶忙放开小男孩，随后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作揖，连连求饶：大人，我们不知道您认识这位小少爷，还望大人见谅。下去吧。楚风随意的摆了摆手，他不想与这种势利小人计较。而见状，店小二与护卫便赶忙离开此处，再也不敢出现在楚风的面前。大哥哥，谢谢你救了我！小男孩很是兴奋的跑了过来。然而听得小男孩这样一说，楚风却是目光微变。此刻的楚风虽然没有可以伪装面容，但却带着特殊的斗笠，这斗笠乃是赵红给他的，可以阻挡他人目光，甚至就连仙袍界灵师也难以看透。按理来说，没人能够看到楚风的面容，更没人知道楚风是何年纪。可是这个小男孩却开口就叫楚风大哥哥，而不是大叔或者老爷爷，就好像他能够看到楚风面容一样，这让楚风颇感意外。但是仔细观察一番，却又没有发现小男孩有任何特殊之处，就连那一双眼眸也是清澈见底，这个年纪该有的单纯与青涩，小男孩似乎皆说具备，并且不像是装出来的。于是楚风只好觉得是这个小男孩感激楚风，所以才给了楚风这样一个称谓，至少这样显得楚风年轻。简单的说，小男孩只是故意这样叫的，而并非是看穿了什么。饿坏了吧？吃吧。楚风将小男孩抱到了椅子上，又指了指满桌子的美食，示意小男孩可以随便吃。真的，小男孩一双眼睛瞪得溜圆，但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吃吧，随便吃，不够我再给你点。然而还不待楚风开口，赵红便说话了，并且语气很是温柔：娘子，你答应过我，日后不能再食男子的，更何况这娃娃这么小，你还是放过他吧。王强还以为赵红是想吃掉这个小男孩，赶忙传音劝阻：谁说我要吃他了？我只是看他可怜。再者说了，
老娘吃人也是分人的，对我没有色心者，我可不吃。赵红狠狠地白了王强一眼，随后竟主动夹起了一个大鸡腿，送到了小男孩的碗中。见此一幕，楚风颇感惊讶，他真没想到这恶名昭著的妖女竟然也有如此善良的一面。最重要的是，楚风觉得妖女此刻的行为是发自内心想对小男孩好，而并不是装的，更不像是有所图谋。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小男孩欣喜若狂，但却也很不客气的大吃特吃起来。别看他长得小，但却像是饿死鬼脱生一样。楚风他们点了满满一大桌子饭菜，可在小男孩一番风卷残云之下，这一桌子的饭菜竟被吃了个精光。不过看着小男孩那高高胀起的肚子以及很是满足的样子，楚风三人却皆是满面笑意，没有一个人责怪他吃的太多，反而皆是觉得这个小男孩很是可爱。大哥哥大姐姐，你们真是好人，我不能白吃你们的东西，我给你们讲一下八荒乱坟岗的情况吧。小男孩吃饱喝足之后擦了擦嘴，对楚风说道，那么多势力都进去了，他们真的一无所获？楚风好奇地问道。目前为止皆是一无所获，倒是死伤不少。小男孩说道。那你可知道如今进入遗迹之中的强者，实力最强的在何修为？楚风问道。五祖巅峰目前是最强的。小男孩回答得很是干脆，没有丝毫迟疑。除此之外，你还知道什么消息？不妨说出来听听。楚风继续问道。我还知道一个极少数人知道的消息，那就是百炼凡界的两大天才已经进入了八荒乱坟岗，他们两个若是遇到，定然会有一场恶战。小男孩说道。两大天才都是谁啊？王强也是好奇地问道。黎明公子。这黎明公子可是百炼凡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仙袍界灵师，他的天赋非常厉奥的，被誉为百炼凡界第一天才，想收他为弟子的高手数不胜数，但皆是被他拒之门外。据说就连大名鼎鼎的金鹤真仙想收他为弟子，都被他拒绝了呢。小男孩说道。哦，竟然这么厉害。王强半信半疑，对于这黎明公子，我倒是略有耳闻，他似乎真的有些本事。楚风对王强说道。是吗？听楚风一说，王强才有些相信你起来。那第二个天才是谁？楚风对小男孩问道。楚风只听说过黎明公子，但还真没听说过在这百炼凡界有哪个天才能够与黎明公子抗衡的。魂炼，知道魂炼的人好像不是很多呢。相比于黎明公子，这个魂炼更为神秘，但是他各方面的实力却都不弱于黎明公子，是非常妖孽的存在。据说魂炼的身后还有着一个极为强大的势力为他撑腰呢。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势力叫什么，但那好像是一个不输于一等势力的强大存在啊。小男孩故意压低了声音，就仿佛是怕其他人听到一般。小家伙，我好歹给了你那么多好吃的，你可别没事逗我娃啊。赵红说道。大姐姐，我没逗你娃啊，我说的是真的呀。小男孩认真的说道。算了，你还是吃东西吧。赵红显然不信，这倒也不怪他，毕竟在世人眼中，四大一等势力已是最强，能够与四大一等势力相互抗衡的势力那是根本不存在的。然而此刻的楚风却是对这个小男孩越加的刮目相看，因为楚风知道在这百炼凡界其实是存在着一个能够与四大一等势力抗衡，甚至比四大一等势力还强的势力，那便是横行多年却少有人知的邪教势力魂阴宗。而这魂炼的名字也是有些诡异，更是让楚风觉得他很有可能与魂阴宗有着一些关系。小家伙，你还知道什么其他消息吗？楚风继续问道。消息倒是有很多，但是有价值的却是不多了。大哥哥，我看你们都是好人了，我把我知道的惊天秘密告诉你们吧。小男孩低声说道。哟，你还真知道惊天秘密？那你说说，你到底知道什么惊天秘密？王强用玩笑的语气问道。显然他并不相信小男孩的话，纯粹是在逗小男孩玩。凯红大师的遗迹之内机关重重，想要从中拿到宝藏，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有4件披风，只要穿上便能够避开所有机关，甚至只要进入遗迹之中，便可以不被任何人发现了。而我就知道那4件披风的下落。小男孩很是得意地说道。那你说说，那神奇的披风在哪？王强问道。等一等。然而小男孩还未开口，楚风却是忽然阻止。随后楚风意念一动，一层结界之力便覆盖开来，那是一种特殊的隐藏结界。这结界将楚风几人覆盖了。外人来看，楚风几人依旧在闲聊，可实际上他们看到的都是假象。只要有这个隐藏结界在，楚风等人所聊的真实内容，外人便听不到。兄弟，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吧？你该不会觉得这个小家伙真的知道什么惊天秘密吧？王强诧异地看着楚风，他本来就不信这个小男孩，只是想逗这个小男孩玩玩而已，但却没有想到楚风竟然如此认真。然而楚风却只是对王强淡淡一笑，随后便看向小男孩问道。小家伙，你说吧，那披风藏在了哪里？而此刻小男孩已经从怀中拿出了一张地图，将地图打开后分别指了地图上的2个点，说道。在这里和这里。哈哈，你这小家伙是真把我们当傻子了吧？你就算骗人也起码认真一点吧，你这的图画的太假了，我1岁的时候画的都比你好看。王强逗得哈哈直乐，因为小男孩拿出的地图非常的简陋，就像是一个娃娃画的一样，这2个地点好像真的存在。然而就在此刻，赵红却是眼前一亮，毕竟相比于楚风和王强，他对这八荒乱坟岗更为了解一些。当然存在了，我没有骗你们，那披风的地点分别有阵法守护，若是不知道破开那阵法的方法，5组都解不开，就更别提拿到披风了。小男孩说道。5组都解不开，先不说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可若连5组都解不开，那显然我们也解不开啊。王强一脸鄙视地看着小男孩。但是我知道解开的方法呀。小男孩说道。什么方法？楚风问道。那2座阵法都被藏在一棵大树之下，那棵大树是这个样子的。
小男孩说话之间，又取出了一幅画卷。这幅画卷似乎同样是这个小男孩勾勒出来的，但是相比于那幅地图，这幅画卷则是精致了许多，至少能够认出上面的东西。那是一棵树，一棵乍一看没什么特殊，仔细一看同样没什么特殊的树。这样的树到处都是。王强撇着大嘴说道：“这种树是有很多啊，但是在藏着披风的那2个地方，这树是唯一的。”小男孩说道：“那么要如何破解那树下的守护阵法呢？”楚风问道：“挺简单的，用结界之力在大树上刻下这个符号就可以了。”小男孩说话间又取出一张卷轴，卷轴打开之后，楚风3人皆是目光一变，因为相比于那地图与画卷，这张卷轴的内容则是可信的多。身为仙袍界灵师的楚风3人一眼就认出来，这卷轴上所刻着的符号的确是一种结界符号，虽然只是一种小型结界阵法，并且是很简单的一种，但的确是结界阵法。刻画这么个结界符号，就能解开5组都解不开的阵法。王强又鄙夷的笑了，虽然见小男孩拿出这结界符号，他也有些诧异，但这种结界符号只要是黄袍界灵师就能轻易刻画，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阵法。王强可不觉得这种结界符号能够破开连5组都破不开的阵法，不，若只是单纯的刻画，的确没有什么用。所以我接下来说的就是破阵的关键所在呢。这2个符号啊，要同时开始刻画，并且要同时结束才行。小男孩很是严肃地说道：“也就是说，2个结界符号要在相同的时间内刻画完毕，对吗？”楚风问道：“对，就是这样的，必须同时，否则无效呢。”小男孩说道：“这样说来，就要2个人同时行动才可以了。”楚风说道：“楚风，你该不会真的相信这个小家伙说的话吧？”王强很是惊讶地看着楚风：“赵红，你怎么看？”楚风看向了赵红，反正试试也无妨。这样吧，你去这里比较近。赵红指向了地图上那个距离客栈较近的地方。那你要多久能够到达那里？楚风指着另外一个地点，对赵红问道。楚风准备去的地方距离此处很近，很快就可以到达，但是另外一个地点距离此处就很远，就算是赵红过去也需要一段时间，2个时辰我一定可以到达，所以2个时辰之后我们同时布阵就可以。赵红说道：“要在相同的时间布置完成才可以，待你到达后，我们就用这个速度来刻画结界符号。”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刻画那结界符号，很快便刻画完成。没问题。赵红记下了楚风刻画的时间。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楚风问道。事不宜迟，我们现在便动身，之后无论结果如何，都回这里会合。相公，你就在这里看着这个小家伙，万一他是骗人的，我可不饶他。赵红说完此话，便掠出了客栈。那我也走了。在赵红走后，楚风也是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此处。然而，就在楚风将要动身之际，王强却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胳膊，说道：“兄弟，你还真去啊？怎么了？”楚风有些不解。那妖女走了，我们应该逃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王强说道：“不差这一时，既然已经来了，我也想见识一下那凯红大师的遗迹，也许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一些收获。”楚风说道：“就算如此，可你真的相信这个小家伙说的话？你就不问问他是从哪知道的这些？”王强说道：“我真的没有骗人。”小男孩义正言辞地说道：“我相信你没骗我。”楚风对小男孩和善地笑了笑，这才问道：“那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我叫小诗。”小男孩说道。“小诗。”楚风若有所思，似是在想着什么，但那种思绪很快便掠过，笑着摸了摸小诗的小脑袋，说道：“小诗，陪你王强哥哥好好在这待着，我很快就回来。”小诗用力的点了点头，显得很是乖巧。说完此话，楚风便向客栈之外行去。然而楚风刚刚来到客栈门口，便被一群人挡住了。这是一群要进入此处休息的人，大概有10几人，全是小辈模样，但是普遍修为都不弱。尤其为首的一名眉清目秀、外形俊朗的男子，竟然有着7品半祖的修为。而看他们的装扮，他们应该是来自同一座势力。如此厉害的小辈，应该来头不小。楚风下意识的看了一眼他们腰间的令牌，而在那令牌上，楚风也得到了答案：上军府，上军府，快看，他们是上军府的弟子。天哪，为首的那位，他不就是上军府的第1弟子吗？就在这时，本平静的客栈顿时变得喧闹起来，甚至在场的许多女子都发出了尖叫。而听到众人的议论声，楚风也是得知这些人的来路。上军府乃是2等势力之中排名前3的存在，实力竟比落霞谷与3星殿还要强横。而那名修为在7品半祖的男子，名叫狄九州。据说这狄九州乃是百炼凡界2等势力之中实力最强的一位小辈，显然是听到了客栈众人的议论，感受到了众人那敬畏的目光。这些上军府的弟子一个个的趾高气昂，越发得意起来。看什么看？挡道路了，你看不见吗？还不快让开！忽然，一名上军府男弟子指着楚风大喝一声，他的态度很是猖狂，就像是在呵斥一个乞丐一般，完全没将楚风放在眼中。按照楚风的脾气，有人敢与他这般说话，楚风绝对不会惯着他，必须教训一下才行。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楚风有事在身，还不想招惹是非，不想引人瞩目，更何况这是上军府的弟子，再加上得知那个为首的男子名字竟然叫狄九州，楚风倒也觉得算是有些缘分，毕竟九州大陆可是楚风记忆中最深刻的地方。于是楚风并未多说什么，而是笑着退让到了一旁，为他们让出了一条路。楚风虽然让了路，可这些上军府的弟子依旧没有对楚风表现出一丝善意，甚至还更加的看不起楚风了，那种目光就尽是嘲讽之意，就好像是一场无形的战争，他们胜利了一般，此刻要用目光来羞辱对手。然而对于这种嘲讽，
楚风却并未不放在心上，就像看不见一样。当这些人走进客栈之后，楚风便走了出去，拔空而起，向八荒乱坟岗飞掠而去。真是废物！若不是师尊有令在身，我早打得他不能自理了，岂会让他就这样走掉？楚风走后，之前呵斥楚风的上军府弟子讽刺地说道：“算了，这种废物，与他计较什么？打了他，只会脏了我们的手。”那个叫做狄九州的男子不屑地说道：“狄师兄所言极是。”狄九州此话一出，那些弟子不仅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且笑得就跟哈巴狗一样。幸亏他们没有尾巴，若是有尾巴，此刻一定摇得很是欢快，因为他们这拍马屁的技术绝对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想拍就拍。尽管这些上军府弟子的人品从言行就看得出来，可是客栈内的人却并没有因此而对他们产生反感，反而都觉得他们很强势，甚至有些人对他们越发的敬佩。自然而然的，也没有人因为楚风的谦和而对楚风刮目相看，反而打心眼里开始鄙视起楚风。不仅如此，许多人甚至还开始低声议论，公然的羞辱楚风。毕竟之前楚风展现出五品半祖修为的时候，他们对楚风很是惧怕，觉得楚风很强，在心里给楚风打上了强者的标志。而先前楚风的表现则让他们很不满意，不由自主的便认定楚风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其实这倒也不能怪这些人，毕竟修武者的世界就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唯有强者才最受人尊重。至于人品，没有多少人会在意。这些人可真过分，大哥哥已经给他们让路了，他们还这么说。相比于客栈内的其他人，倒是小师开始为楚风鸣不平。小家伙，你信不信他们全都不是我兄弟的对手？若不是我兄弟有事在身，不想与他们计较。这些家伙现在已经倒在地上了。楚风走后，王强对小师说道：“信啊，我信。”小师天真的点了点头，露出了深信不疑的笑容。而就在这时，上军府的那伙人已经落座，似是为了展示他们的威慑力，他们竟然也没有进入包间，而是留在了这大厅之中。狄师兄，最近那个楚风的风头当真是极盛啊！他先是在云鹤山击败结界四皇，一举成为了那场盛会之中唯一一名仙袍界灵师。没过多久，那楚风就斩杀了殷良辰，成为了殷氏天族不惜重赏也要斩杀之人。而现在，落霞谷与三星殿这两座排名靠前的二等势力，居然联手为楚风撑腰，甚至不惜与殷氏天族开战。有传闻，此子将成为除了黎明公子之外，我百炼凡界最强的天才。一名上军府的弟子说道：“一个废物而已，若是遇到我们狄师兄，定会被狄师兄打得屁滚尿流。”一名女弟子很是不屑地说道。而听女弟子一说，那狄九州也是得意一笑，说道：“这是自然。对，就算那楚风再强，可是遇到我们狄师兄，他也是一个废物。”见状，上军府的其他弟子也是纷纷拍起了马屁。这位美女，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一下？就在这时，王强走了过来，笑眯眯地对那名最先羞辱楚风的女子问道：“什么问题？”那名女子对王强的到来虽然表现得有些反感，但却并未拒绝。“你认识楚风吗？”王强问道。“我怎么会认识那种家伙？”女子摇了摇头，那个样子就仿佛楚风是一个下三滥的货，认识楚风会掉了他的身价一般。那你见过楚风吗？王强继续问道。在此期间，始终面带笑意。没有。那名女弟子再度摇了摇头。那你们呢？王强看向了上军府的其他弟子。没有。上军府的那些弟子也皆是纷纷摇了摇头。他妈的，你们既不认识楚风，又没见过楚风，那是谁告诉你们楚风是废物的？忽然之间，王强大喝一声，与此同时更是将酒桌掀翻开来。一切来得太快，那些人躲闪不及，竟被掀了一身的饭菜与酒水。尤其那个女子最惨，一张还算俊俏的脸上不仅满是菜汤，还挂着菜叶，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你找死啊！那名女子勃然大怒，说话间便拔出了半成祖兵，想要对王强动手。然而只见王强大袖一挥，一个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那女子的脸上，力道之大，竟直接将那女子扇飞了出去。而还不待那些人反应过来，王强的手掌再度轮动，只听啪啪啪啪的一阵脆响连绵响起。除了那个狄九州之外，在场的所有上军府弟子每个人都挨了楚风一个大耳光，被掀翻在地。终于那些人反应了过来，可是此时的王强已经化作一道流光飞了出去。你们记住了，这耳光是你们强爷爷扇的。虽然王强走了，可是王强的声音却是如雷鸣一般响彻开来，其中尽是羞辱之意。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那些人顿时气得脸都绿了，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去追，而是一个个的将目光投向了狄九州，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并不是王强的对手，此刻想要报仇，只能将希望放到他们这位师兄的身上。放心，他绝对逃不掉。狄九州冷然一笑，随后便拔空而起。只见一阵劲风席卷而来，狄九州已是消失不见。而就在下一刻，在王强逃离的方向便传来阵阵轰鸣之音，道道汹涌的涟漪也是随之掀起，就连那方天地都被搅得天翻地覆。甚至那交战的地方明明距离此处有着一定距离，但是这方大地也是剧烈的颤动，就如同地震了一般。那个不知道好歹的东西竟敢对我们出手，这下知道惹到对手了吧？哼，狄师兄出手，他定然是要被打得屁滚尿流。6品半祖的修为也就在我们面前成威风，在狄师兄面前他就是一个废物，只有挨打的份。那些被打的上军府弟子对他们的师兄充满了自信，一个个的又来了底气。然而令他们颇感意外的是，这场争斗并没有在他们预想的时间内结束，相反时间越拖越长，而那方战圈的激烈程度也是越来越强。那个柯巴该不会真的能够与狄师兄一战吧？这一刻
上军府的弟子们脸上的自信已是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浓郁的惊慌。他们怕了，真的很怕。他们害怕狄九州败给王强，因为若是连狄九州都败了，那么他们这群人便没有人可以胜过王强。今日上军府的脸面可真就丢尽了。那个科巴竟然这么厉害，慌了。不仅是上军府的弟子，就连围观的许多人也都慌了。尤其是那些之前在客栈内说楚风坏话的人，赶忙逃离客栈，逃到远处围观的人群之中躲了起来。他们害怕王强战胜狄九州之后回来把他们也一起收拾掉。而经过一番激烈，刺耳的轰鸣开始消减，汹涌的涟漪开始消退，那方昏暗的天空也终于渐渐恢复了原状。虽然战斗停止了，然而人们更加紧张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场激烈的争锋之后究竟是谁胜谁负。终于，一道身影飞掠而回，见到这位之后，上军府的弟子顿时发出了欢呼，一个个的喜笑颜开，那叫一个激动。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激动，那回来的自然便是上军府的第一弟子狄九州。此刻的狄九州身上散发着蓝色的气焰，就连眼眸也是变得如蓝色宝石一般璀璨。而他的修为已不再是7品半祖，而是一位8品半祖，那是天赐神力。狄九州是天赐神体，并且战力很强，所以才能够用天赐神力来提升一重修为。不过这也侧面的显现出了王强的强大。如果不是王强够强，狄九州也不会被逼到使用天赐神力来提升修为。但是哪怕如此，上军府的弟子们依然很是高兴。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狄九州并非独自归来，狄九州的手上还拎着一个人，此人正是王强。此刻的王强浑身是血，气息虚弱，如同死猪一般，被狄九州扔到了地上。你这斗笠倒是个宝贝，不过你的身上也就这么一个值钱的宝贝。狄九州将王强的那个斗笠给收入了囊中，尽管嘴上说王强身上只有斗笠是宝贝，但他却依然将王强腰间的乾坤袋给收入了自己的乾坤袋之中，说：“你和那楚风是什么关系？为何这样帮他说话？”狄九州对王强问道。废话，楚风是我兄弟。王强硬气地说道。原来楚风是你兄弟，那就好办了，告诉我楚风在哪？狄九州一把将王强给拽了起来。不知道。王强坚定地说道。我让你不知道。狄九州说话之间，一个大嘴巴子便扇在了王强的脸上，强大的力道不仅将王强扇翻在地，张口喷血，更是连半边脸颊都给打得扭曲。不要打我大哥哥！就在这时，小石冲了出来，双臂一横，挡在了王强的身前。哟，原来还有同伙！见到小石，狄九州并没有留情的打算，反而在嘴角掀起一抹冷笑。你来这做什么？这不关你的事，快走开！王强一把将小石推开，然而狄九州探手一抓，一股吸力涌出之际，便将小石给抓在了手中，想撇清关系。你当我傻吗？狄九州冷笑着看向王强，有什么事你冲我来，不要伤害无辜人。王强说道。哟，看不出来，你倒是一个硬汉。那好，我答应你，只要你给我跪下磕头认错，我就放了他。狄九州说道。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就这呀？小石一装，王将嘴角带笑，很是勉强的站起身来，随后便当着众人的面扑通一声跪在了狄九州的面前。紧接着，王强对着狄九州连磕10个响头，说道：“这位大侠，我有眼不识泰山，我错了，你放那个小家伙吧。”一切发生的太快，别看王强一脸从容，可是在场的其他人可就有些不知所措，浑身不自在了。看先前王强的表现，倒也像是一个硬汉，这怎么说跪就跪了？难道说他真的心善，为了救那个小朋友？可是不应该啊！其他人不知道，但是客栈里的人都知道，那小男孩与王强他们并无瓜葛，只是在客栈碰到的。难道说这个家伙先前的硬气完全就是装的？实际上此刻的软弱，这才是他真正的一面。原来是个怂货。狄九州讽刺的一笑，倒也算守信用，将小石放了下来。但是狄九州却并没有打算放过王强，走到王强近前，一把抓住王强的头发，说道：“既然你认怂了，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大声地说楚风是废物，我就放你一马。”呵呵呵，听得此话，王强大嘴一咧，笑得更灿烂了。可是谁曾想，王强脸色忽然一变，只听呸的一声，一大口唾沫便喷了出来。二者距离实在太近了，那狄九州根本就来不及躲闪，于是这一大口唾沫便毫无意外的落在了狄九州的脸上。楚风是你爷爷，100个你也比不上我兄弟一个。王强一口唾沫喷出后还不解气，竟猛然站起身来，抡起拳头便向狄九州轰了过去。你真是找死！狄九州已经反应过来，感受到脸上的唾沫，他不仅怒意满满，更是杀意滔天。只见其顺势一闪，躲过了王强的一拳，随后便猛然一拳轰出，直接将王强给轰飞出去。奶奶的，你爷爷我今日非灭了你不可！王强努力地站起身子，可是他已经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但哪怕如此，他却并未打算就此罢手，竟然还想要与狄九州继续交手。你想死，我就成全了你！而狄九州也是怒气冲冲地走到王强近前，一个耳光落下，便将弱不禁风的王强扇倒在地，随后对着王强又是一阵狠踹。然而这一次，哪怕王强被打得已是鲜血横流，面目全非，但他依然就咬牙关，未曾说出半句求饶的话。对于王强遭遇的事情，楚风并不知晓。此刻的楚风依然已经进入了八荒乱坟岗之中。楚风，你真的觉得那个小男孩说的是真的？路上，禹王大人问道。我仔细观察过了，没有发现小男孩有何特别之处，我也不能断定他就不是说谎，但我还是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如果非要说的话，便是直觉吧。楚风说道。也好，试试总没坏处。禹王大人说道。楚风前往的地点虽然也是八荒乱坟岗之中，但却属于八荒乱坟岗的边缘区域，
所以楚风进入八荒乱坟岗没有多久，便到达了目的地，并且楚风很快就寻找到了那棵树。那棵树在那片区域的确不算是什么特殊品种，属于是一眼望去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类型，但实际上这棵树的确是唯一一棵符合小石所画的那棵树，这不免让楚风多了一份信心。看来那个小家伙似乎真的没骗你。见到这棵树，女王大人也是变得自信起来，到底是真是假，很快就会知晓了。楚风淡淡的笑道，他在等待和妖女约好的时间来到，那个时候便能够将答案揭晓。